你考上了清华，他考上了北大，而12年仅8岁就考上了鹅腿。既然放假不想上补习班，那么从今天开始，你来卖烤鹅腿养家糊口。好嘞，老爸，摊子交给我，你放心。李12可不是盲目自信，他是一位穿越者。上一世他就是靠卖鹅腿发家致富，可就在他鹅腿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因突发恶疾撒手人寰。弥留之际，李12还惦记着他的烤鹅腿生意呢。如今12穿越成了一位烤鹅腿摊主的儿子，那就是老天给他烤鹅腿事业的第2次机会。东叔，预定一份鹅腿，我12点来拿。李向东的鹅腿在这小吃街也算是小有名气，经常有学生来预定，女大学生陆桃就是常客之一。别看她容颜姣好，人可是实打实的蓝海省高考状元，妥妥的神经女学霸。小陆啊，现在我这鹅腿摊子由我儿子接手了，有啥事儿都找他。东叔的儿子成老板了，这怎么看都不超过10岁，他能做鹅腿？小弟弟，做鹅腿可不轻松哦，如果姐姐吃不到鹅腿会哭鼻子的，你也不想看到姐姐哭鼻子吧？听到没有，兔崽子，你要是做不好大姐姐就得饿肚子。行了，知道了，你们这帮大学生真麻烦，以后我来当饲养员，包准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难道在这小孩眼里，我们这帮高材生都是张大嘴等待投喂的宝宝不成？我先前的话只是为了教育他好吧，又不是真的没鹅腿吃就饿死。怎么说话呢？找打是吧？老爸，我去买食材了，您歇着。对不起啊，小陆，我这孩子太皮了。东叔，没事的，没事的。一个8岁的小孩子，口气居然这么大，我倒是想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上好的冬瓜喽，3块1斤。上好的大萝卜1块5一斤。菜市场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12逛到肉铺摊子前，左瞧瞧右看看，挑了一会儿眼都花了，也没能筛选出合适的食材。没办法，大不了今天中午不开张，想要做出好吃的美食，食材一定是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马虎。大家瞧瞧，这就是李记烤鹅腿的新掌门了。我和你们讲，这小家伙逗得很，刚才他还说要当大学生的饲养员。陆桃举着手机，在京都大学校内论坛开上了直播。听陆桃讲完来龙去脉后，不少京都大学的学生都乐了。哈哈，这倒霉孩子倒是挺有意思，不过看他在菜市场这手足无措的样子，连进货这一关都过不了，更别说做鹅腿了。小孩子都这样，眼高手低的，他能烤根淀粉肠都不错了，还烤鹅腿。这菜市场我来过，水深得一比，我去都被菜贩子差点坑掉苦茬子，别说他一小孩儿了。桃姐，不管怎么说，中午的鹅腿怕是吃不上了，到时候可别忘直播他吃皮带炒肉啊！父亲的7匹狼是男孩成长过程中逃不掉的一课。直播间满是欢乐的氛围，大伙仿佛已经看到了12的结局，毕竟谁不乐意看熊孩子被揍呢？那比吃鹅腿有意思多了。丁，宿主认证通过，食神菜谱已解锁。这是穿越者必备的系统啊，本来就带着前世的记忆开挂，这再加个系统，还不是直接超神？食神菜谱记载着我国所有美食的烹饪方法，宿主需要通过任务获得奖励并解锁菜品。这个系统真不错呀，没有花里胡哨的签到抽奖，它仅仅是一本菜谱，承载在我国渊博的美食文化，还挺适合我的。任务颁发，请宿主购买紫色品质以上的鹅腿，用于烤鹅腿的烹饪，检测到宿主为新手。奖励技能，厨神之眼。宿主现在可以看出各类食材的品质，灰色代表糟糕，白色代表普通，绿色代表良好，蓝色代表优秀，紫色代表珍贵。系统也不拖泥带水，直接发布了第1项任务。同时12只觉得视野一亮，扭头看周边菜摊子上售卖的各类食材轮廓处都勾勒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头青菜，品质白色普通，由于水分流失过多，青菜口感变差，不建议购买。鸡胸肉，品质灰色糟糕，鸡胸肉已发生轻微变质，食用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这系统还真是贴心，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筛选出合适的鹅腿了。12微微一笑，马上再次启动3轮车。难道这小家伙准备开始买菜了？我得好好看看。乌鬃鹅腿，品质紫色珍贵，新鲜乌鬃鹅腿，肉质鲜美，肥瘦适中，被誉为鹅中瑰宝。好家伙，终于遇到个高品质的鹅腿了。12忙将3轮车停在一旁，随后慢悠悠地转过了鹅腿摊子前，扫了2眼。完事12并不问价，反而去旁边的摊子挑了挑大冬瓜，随后又折返回来，从鹅腿摊子前路过。当然，这属于12的小心思。家人们，买菜要注意了，你要是直奔着鹅腿摊子去，那摊主搞不好就吃准你的心思，开始要价。不过这摊主显然是个老实人，见12路过几次之后，他挠了挠发福的脸颊，忍不住开口了：“小娃子，给家里买菜啊，看看我家的鹅腿吧，虽然不好吃，但是便宜啊。”好家伙，哪有贩子会上来说自家东西不好吃的？就这样卖能卖出去就有鬼了。老板，这鹅腿真便宜的话，我倒是可以买点。我们家这鹅腿只剩便宜了，12块钱1斤，给你行不行？你挑就完事儿了。12块钱买紫色品质的鹅肉，那可太行了。老板，10块钱1斤得了，要是行的话，这些鹅腿我全要了。这么草率的吗？合着什么便宜买什么啊？人家老板都说了，这鹅腿不好吃，你进货进的再便宜，卖不出去，不也砸手里吗？在3和12确认后，
鹅腿摊主的嘴巴合不拢了，赶忙就帮着12把鹅腿往3轮车上装，生怕12反悔。娃子，我可和你说好啊，这鹅腿容易炖烂，肉跟软泥似的，真不好吃，所以我也卖的便宜。你回家发现不好吃，可别领着爹妈找我退货。听着摊主发表免责声明，12心里大致明白怎么回事了。为啥这摊主会觉得这紫色品质的鹅腿不好吃？那是因为本地人做鹅腿通常是高压锅炖煮的方式，这显然和乌宗鹅的肉质不契合，属于暴殄天物，那样做出来好吃就有鬼了。事实上，只要火候控制得当，做出来的乌宗鹅肉质紧致，口感极好，根本不会过度软烂。老板你放心，我绝对不找你退货，不过你这鹅腿哪儿进的？我媳妇儿养殖场里整的外地新品种，进价可贵了，你买了绝对不亏。成，老板怎么称呼？这娃子口风挺成熟，估计没少帮家里干活儿。我姓龚，娃子你喊我一声哥，叫我龚哥就好。龚哥，这鹅腿我可能下午还会要，你和嫂子打好招呼。还要，这是大客户啊，得嘞。龚哥脸笑得跟朵菊花似的，忙从兜里摸出根棒棒糖来维持和12这种大主顾的关系。12也不客气，拿了棒棒糖夹耳朵后面，潇洒的一挥手，骑着3轮车去了。鹅腿买好了，接下来可得赶紧回去进行卤制的步骤了。这熊孩子就是不靠谱啊，口口声声说养活我们这帮大学生，就准备拿这种低价鹅腿糊弄我们，推缺德了。兔崽子还知道回来！老爹，快过来帮我卸货！卸货！李向东3步并作2步，看向3轮车后的鹅腿，眼角一阵抽搐。他娘的，你小子去进货可真不含糊啊！这满满当当几箱子鹅腿，估计要有近100斤了。臭小子，你能卖得完？这近100斤鹅腿，怎么说都要2、3千块钱啊！放心吧，老爸，这鹅腿就花了我900多块钱。多少？你说多少？这鹅腿花10块钱1斤，这价格能吃吗？冻鹅腿都比这价格贵啊！这兔崽子准让坑了，搞不好拿了变质鹅腿，要是把学生们吃坏肚子了，我这鹅腿摊还不赔死啊！老爹，你先别急啊，再仔细看一下。半晌，李向东才狐疑地收回了皮带，在鹅腿上闻了闻。这鹅腿坏倒是没坏，反而新鲜得很。不过10块钱1斤的鹅腿准是下等货，做出来必定不好吃。忍住，瞧这小子到现在还自信满满的样子，更应该让他接受进一步的打击。不过这一次的社会学费可太贵了，近1000块钱呢，这臭小子真敢花。我倒是想看看你买那么多鹅腿能不能卖完，要是卖不完，今年可要扣你压岁钱了。菜品：烤鹅腿，烹饪难度中等，烤鹅腿厨艺技法正在传输。随着系统说完，烤鹅腿的种种技法和烹饪细节也浮现在12的意识中。我擦，原来烤个鹅腿有那么多讲究！我怎么说，前世也干了几年烤鹅腿生意，自认为厨艺还不错，但是和这食神菜谱记载技法相比，我烹饪的烤鹅腿简直一无是处啊！新任务发布，厨艺必须实践，切勿纸上谈兵，请宿主制作出一份紫色品质以上的烤鹅腿。紫色品质，我现在有紫色品质的新鲜鹅腿，再加上系统赋予的烤鹅腿专项厨艺，搞出来一份紫色烤鹅腿应该不难吧？12准备好锅碗瓢盆，开始腌制。鹅腿肉洗净，加老抽、生抽、蜂蜜、胡椒，开始揉捏按摩。12虽然前世做了不知多少只鹅腿，但他现在毕竟是个小孩子，由于力量不够，再加上要抛弃原先娴熟的腌制手法，改用食神菜谱上记载的手法，所以他卤制这鹅腿反而有一种生疏感。我这儿子虽然耳濡目染，懂基础做法，但手法看着还差点意思，再加上这鹅腿的品质也不行，到了中午大学生们绝对不会买账，到时候顺势请他吃顿皮带炒肉，再加上现实生意不顺的打击，准让这小子放弃烤鹅腿的想法，乖乖去上补习班。看啊，这小家伙开始做鹅腿了。看这倒霉孩子，没一会儿功夫就弄得自己脸上都是酱汁，这明显是业务不太熟练啊！一个8、9岁的孩子懂个锤子腌鹅腿，10块钱1斤的垃圾鹅腿，配上这倒霉孩子的胡乱操作，我都不敢想象做出来的烤鹅腿最后能有多难吃。我倒是想去尝尝这黑暗料理有多难吃，顺便观赏一下熊孩子挨揍的盛况。京都大学的学生们在论坛里讨论的热火朝天，而12手里活不停，没一会儿功夫就腌制了一大缸子肉，看他这架势，是准备一口气将近100斤鹅腿全部腌制完。这臭小子脾气真倔啊，也不知道随了谁。哎，小孩子的身体真不行，累死我了。此时第一批腌制的鹅腿已经可以开始烧烤了，炉子一开，12就将第一批鹅腿一个个放了上去，随着烤炉温度升高，淡淡肉香气就弥漫开来。咋这么香？难道是我饿得很了？这小家伙做出来的东西我都能觉得香。过了5分钟，12又拿调配好的灵魂小料汁为鹅腿再刷上一层，这样做是为了让鹅腿更加入味。再次炙烤，伴随着鹅腿滋滋冒油声，料汁和鹅腿肉在烤炉中也逐渐水乳交融，更为浓郁也更为独特的烤鹅腿香气以烤炉为中心，霎时间席卷开来。哟，挺香啊！今天老李的鹅腿怎么闻起来有点不一样啊？是啊，除了烤肉油脂香气外，还多了一丝甜香，让人食指大动，不自觉的流口水。老李，怎么个事儿啊？怎么是你儿子在这里烤肉啊？
别说，这小娃子倒是烤得有板有眼的。李向东，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甭提了，我家这兔崽子不想上补习班，我就让他体验一下赚钱有多苦。听着李向东解释，不少人露出释然的笑容，不过也有一些摊主眯起了眼睛，快步返回了自己的摊位上。他们这小吃街地理位置优越，各个摊位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老婆，中午多备几份烤羊肉串，那里寄烤鹅腿抽风了，居然让个8岁小孩儿烤，咱们的小烧烤中午怕是要大卖了。表弟，咱们盒饭摊要大火了，你多准备点米饭。到时间了，烤好了。烤鹅腿，制作者李12，品质蓝色优秀，评价该菜品色泽、气味极佳，但滋味不足。居然才特喵的达到蓝色品质，坑爹了吧！12犹豫了一下，将烤鹅腿送入嘴里，下一刻，带着鲜美的鹅肉味道在他嘴里绽放开。这么好吃，系统居然还说什么味道不行！12嘀咕着，对系统判断有点不满，但是细细品尝，还是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蜂蜜未能和烤鹅腿完美融合在一起，难怪系统会说是蓝色品质。再烤一次，就不信出不来紫色品质的烤鹅腿。小老板，我来拿我预定的烤鹅腿。还没到12点呢，再等等。可是你不是已经烤好一炉了吗？那是试验品，不算数。试验品，明显是这小家伙做的太难吃，不好意思端上来吧。12按照自己的想法小小改装了一下炉子，将4只烤鹅腿再次放入了炉子上。随着炉子温度的提升，没一会儿功，烤鹅腿发出噼啪的油脂沸腾声。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有点想法，自己这儿子或许真在烤鹅腿方面有点天赋。不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烤鹅腿再好吃照样没出息。时间来到12点，此时京都大学校门大开，下了课的同学们有说有笑的从校门口走出。与此同时，12也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第2炉烤鹅腿也完成了。品质紫色珍贵，评价该菜品色香味俱全，是难得的美味。紫色品质的菜品终于完成了，真折腾啊！不过做出珍贵级别菜品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是其他事情代替不了的。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烹饪美食需要优秀的体能，奖励宿主体能强化卡1张。请问宿主是否要使用体能强化卡？使用，必须使用。一上午的劳碌让年仅8岁的12早就吃不消了，这系统给的体能强化卡无疑是给他雪中送炭。恭喜宿主体能已成功强化。12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感受着身体的变化。经过系统的强化，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腕变得更加有力量，手指则更加灵活。除此之外，12之前积累的疲惫也一扫而空。宿主请注意，新任务开门大吉已发布，请宿主售出666份烤鹅腿。这任务难度增加了啊！我前世烤鹅腿最火爆的时候，一天也就能卖出来300份左右的烤鹅腿，这系统要求卖出600多份，搞不好今天都完成不了任务，得加把劲儿了。那个学生妹，你的烤鹅腿好了。这小家伙说话老气横秋的，也不想想他自己才是小学生，而我是大学生。陆桃撇撇嘴，不过还是上前取走烤鹅腿。随即他举起了手机，笑着说道：同学们，我接下来可要试吃了。这烤鹅腿看起来挺好吃啊，给我看的有点饿了。我劝大家还是不要被烤鹅腿的外观欺骗了，烤肉烤得好看很简单，火候够就行了，但是味道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的确，那小鬼头买的便宜鹅腿，我真不信有多好吃，估计只是样子货吧。桃姐，快吃啊，犹豫啥呢？那我就先替大家尝尝这小家伙做出来的烤鹅腿。说着，陆桃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小口，下一刻他的瞳孔猛然放大。这烤鹅腿脆皮的酥脆感和鲜嫩的鹅肉构成了美妙的口感，肉的鲜美，酱汁的醇厚，蜂蜜的香甜，以及一股奇特的树枝味道完全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梦幻般的味觉体验。卧槽，这天底下特喵的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陆桃立刻顾不上形象，狼吞虎咽地啃着剩下的烤鹅腿，却忽略了鹅腿内部的油脂还锁着高温。很快，陆桃的舌头和口腔内壁都传来强烈的灼痛感。我说桃姐，你拼那个黑暗料理不必这么拼吧？难道这个烤鹅腿真的味道还不错？桃姐，你倒是说话啊，嘶哈嘶哈是啥意思啊？陆桃眼角眼泪都出来了，对自己又无语又想笑。一个烤鹅腿居然把自己整成了这样，真是好丢脸啊！等下得把直播关了，自己偷偷再吃一个。老板，来2个烤鹅腿。咦，今天怎么是个小家伙？李叔呢？12没有多说什么，递上了烤鹅腿。两人看着品相完美烤鹅腿，眼睛有点发直，相视一眼后试探性的品尝了一下。很快，2个身高近2米的大老爷们也烫得不会说话，嘴里冒火。哎，现在的年轻人啊，心都太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听过吗？到底啥情况？这烤鹅腿会特喵的咬人是吗？嘶哈嘶哈是啥意思啊？这烤鹅腿到底好吃不好吃啊？这直播看得我心里直痒痒。这烤鹅腿不单单好吃，是太特娘的好吃了，都别愣着了，赶紧过来买！如果被隔壁水木大学的学生发现了这宝藏，可就糟了。
水木大学那帮孙子天天跟我们比学习成绩，比美女数量，就连伙食谁吃得好也要比。要是发现有什么宝藏小吃，那帮学子绝对要跟我们抢。对，趁着水木的人还没发现，我们必须抢占先机。走，大家都去尝尝烤鹅腿去，我相信桃姐不会骗人。在陆桃直播的影响下，一群带着好奇的京都大学学子们走出宿舍，直奔小吃街而来。小孩，我的鹅腿能不能快一点呢啊？叫什么小孩？叫他小孩哥。他是我的亲哥，我希望我哥能快点给我烤鹅腿。漫长的等待配合上烤鹅腿摊子传来的阵阵香气，这让京都大学学生们肚子里的馋虫们闹了个天翻地覆，大家都顶不住了，对12的称呼也从一开始小孩变成了小孩哥。但是由于12一炉只出4个烤鹅腿，再快效率也高不到哪去，大伙儿只能老老实实的等着。我说小孩哥，你就不能一次多烤几个鹅腿吗？一次4个，我们要等到啥时候去啊？不行，一次只能烤4只鹅腿，如果烤得多了，味道就不好了。我擦，难道我们就要这样等着？估计照这个速度，我1个小时后才能吃到烤鹅腿。老板，你一次只烤4只烤鹅腿是为了控温吧？其实你可以升级一下烤炉，比如说把高温炉主体结构变动一下，加上陶瓷片，还有加热系统也可以更新。学生们的吐槽声中还夹杂着一道奇怪的声音。12猛然抬头，眯着眼睛看向人群道：“谁说烤炉可以升级？”听12这么一说，学生们都循声扭头。我去，这不是谢飞谢学长吗？没想到谢学长也来排队买鹅腿啊！建议12升级烤炉的正是机械工程系的天才师兄谢飞，这货平日里好像不沾七情六欲的贤者一样，大家都没想到能在烤鹅腿摊看到他。我只是提个建议，如果能稍微改造一下烤炉，做出超越明火烤炉的高配版烤炉，也不是不可能，速度也会更快。对于谢飞来说，烤炉这种东西太小儿科了，他一眼就看出了目前的问题，各种改进方案也是流淌于心中。如果真如他所说能搞出来高配烤炉，那就省了大功夫了。同学，你如果能造出你所说的高配烤炉，我可以考虑让你成为我李记烤鹅腿的 VIP， 每天都会给你预留烤鹅腿。另外，我也愿意花重金购买。重金购买？我谢飞在乎钱吗？我在乎的是成为李记烤鹅腿的 VIP 客户呀。预留烤鹅腿是什么概念？那就意味着我不管什么时候来，12都会给我留一份烤鹅腿备着，革新一下电吊炉而已。对于我谢飞而言，根本不是事儿好吗？这波赚翻了，李记烤鹅腿 VIP， 我谢飞势在必得。当然可以，我下午就回去给你研制高配烤炉，晚上应该就能做好。还能这样玩？小孩哥，我虽然不会研制烤炉，但是我会编程啊！我给你编写一套小程序，用来预约点餐，怎么样？小孩哥，我是音乐系的，我可以给你的烤鹅腿写一首主题曲啊！看我，小孩哥，我是体育系的，我能给你当保镖，你看行不行？马弟，我是化学系的杂长，要不我给你烤鹅腿整点儿科技狠活。听到12和谢飞达成交易，京都大学的学生沸腾了。身为京都大学的精英学子，谁还没点本事在身上？一时间，京都大学们争先恐后的开口，12也被大伙的热情给整懵了，挠了挠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小孩哥，我是教育系的，我愿为了烤鹅腿给你当终身免费家教。那个说给我当家教的是谁？给我出来，我给你加黑名单。这话要让李向东听到心里了，那12可就完了。可怜的教育系学生急忙缩头，不敢再出声了。好在李向东此时正在走神，没把免费家教的事儿放在心上。这是怎么回事儿？事情的发展有点过于天马行空了。在我设想中，这臭小子应该在卖鹅腿中受到挫败，心灰意冷。然而这样的剧情并没有发生，反而生意开始火爆起来了。照这么下去，我这儿子还不是在卖鹅腿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李向东想到这里，彻底坐不住了，试图把小吃摊要回去。但是父皇既然送出了江山，儿子哪有轻易再给回去的道理？老爸，不是我低估你啊，你可烤不出我这鹅腿，你一接手，咱们招牌可就砸了。混小子，你放什么屁呢？李向东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烧烤技术居然被羞辱了。刚要开口训斥时，12直接抄起一只废弃的蓝色品质烤鹅腿送入李向东嘴里。这味道仿佛整个人过了一遍电，身子也忽然变得极轻，伴随着烤鹅腿的香气飘啊飘，我要飞起来了啊！老爸，你干啥呢？12的声音传来，李向东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儿子面前过度陶醉了，一时间有点想以头撞地的冲动。这混小子做出来的东西咋这么好吃？不可能啊，没有理由啊！我特么是不是没睡醒啊？这老天爷是在玩我呢？讲不讲点逻辑？儿子第一次烤鹅腿就轻而易举的超越我这个当爹的了。李向东此时正受着巨大的精神震撼，他觉得自己内心某些固有观念被打破了。在李向东看来，卖烤鹅腿摆小吃摊那就是社会底层，远不能和顶尖大学的精英相提并论。但是他儿子的烤鹅腿却让京都大学的学子们疯狂，愿意用自己的一身知识来换一只烤鹅腿。或许任何职业都没有贵贱之分，只要在一个领域里做到大师，那也完全可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屹立于时代的浪潮上。1个小时后，12笑眯眯地对京都大学学生们道：“行了，烤鹅腿没了，你们都回去吧。”烤鹅腿没了。12一个8岁娃子说出来的话，却像一道天雷劈在学生们的心间。这比老
老师告诉你挂科了，还让人心碎和遗憾。我要是早点来就好了，我当时看桃姐直播还以为这烤鹅腿不好吃呢。就是啊，如果不是桃姐，我说不定一下课就来买烤鹅腿了，那准能吃上。我直播的时候可没说他的烤鹅腿难吃，是你们一个劲儿的说烤鹅腿味道肯定不咋的。别忘了，你们当时可还在弹幕里说他肯定会挨揍呢。现在抢不上鹅腿怪我来了，你脸皮能防核弹吧？谢师弟，怎么了？难道有什么大项目？的确是个大项目，我需要电吊炉的加热能力和烧烤能力都能模拟明火吊炉，另外我还需要赋予其智能系统。我们平日里研究的可是仿生机械、纳米摩擦、人工智能，那可都是处在学科前沿的领域项目。而现在，谢师弟你居然要搞什么高配电吊炉，这未免有点太低端了吧？谢师弟，这玩意儿研制出来是有一定的商用价值，可就算你造出来超级电吊炉，那也并不算什么突破性的建树，最多申请几项不痛不痒的专利，更别说发出什么有影响力的论文了。谁说我要发论文了？我是给一个烤鹅腿的小孩子研究的。你特喵的天才级别的人物，跑去给一个小孩设计什么电吊炉，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师兄，我时间不算充裕，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这个忙？博士师兄们相视一眼，最终都无奈地叹了口气。帮？怎么能不帮啊？谢师弟这种级别的人才，将来我们这帮做师兄的还要找他帮忙，怎么可能拒绝他一个电吊炉的请求？那好，张师兄您负责内炉层的设计，陈师兄您负责气流层，钱师兄。很快，谢飞就分工完毕。可以说，这帮人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的电吊炉制作小组。仅仅2个小时过去，电吊炉的雏形已经做好。可是现在大伙儿也遇到了点难题。陶瓷材料虽然效果好，但是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耐久度不够。智能系统并不是我们这帮搞机械工程的主科，要想在一下午研制出来，难度确实偏大。谢飞师弟，我是隔壁计算机学院的张山。张山，这货好像是刚入选杰出青年项目的大牛级学者啊！他来机械工程的实验室干嘛？谢飞师弟，我是材料化学院李斯。卧槽，这个李斯好像刚拿了玉兰奖学金啊！可这俩人跑这机械工程实验室干嘛？难道有什么交互项目？谢飞师弟，我们想问问，你那电吊炉计划还缺人吗？这日后要成了烤鹅腿的 VIP 客户，就免去了排队的苦恼，只要提前预约即可。是啊，我们也想成 VIP， 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加入你的电吊炉制作小组？如此美味的烤鹅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科研累了来一口，熬夜完了来一口，想想就爽到飞天好吗？他俩中午肯定尝到了烤鹅腿的滋味，知道我有成为 VIP 的机会，所以都厚着脸皮找过来了。不过有他们2个的加入，倒是能更好解决眼下电吊炉优化的问题。当然没问题，欢迎欢迎。好，那我来搞定智能系统。那我去找点新型陶瓷和金材料，相信我，电吊炉用得上。合着这俩货也是来帮着小孩搞电吊炉呢？在京都大学的天才们都吃饱了撑了没事干了是吗？张山、李斯、谢飞以这3人为核心，都可以凑成一支冲击科技奖项的梦幻小组了好吗？结果这仨聚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让小孩去烤什么鹅腿，这个世界特喵的太疯狂了。谢师弟，你们口中的烤鹅腿不会是什么暗号吧？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一个烤鹅腿为啥有这么大的魅力？再者说，如果真有这种烤鹅腿，怎么说也是名家大厨的手笔，不可能是一个孩子烤出来的吧？一群没有吃过12烤鹅腿的凡人，夏虫不可语冰。我尼玛，居然说我们是虫子！别动气，谢师弟就这臭脾气。话说，我对那传说中的烤鹅腿越来越好奇了，要不咱们到了晚上也去尝尝？谢飞那边高配电吊炉飞速研发制造中，而12一整个下午也没闲着，因为中午卖了128烤鹅腿，任务才完成了1/5，所以他又去进货了，而且又腌制了不少鹅腿。我说臭小子，就算那帮大学生再喜欢吃你的烤鹅腿，你也不能进这么多货啊！没问题，老爸，你放心，这些鹅腿准能卖完。你这个进货量都赶上往常看子3天的了，要是卖不完，那可就把中午赚的钱也给亏进去了。就在李向东惆怅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路面震动声，抬头一看，李向东眼睛瞪得溜圆。尼玛，这是啥玩意儿啊？小孩哥，这就是我设计的高配电吊炉了，你验验货。这玩意是电吊炉，可电吊炉应该都是带玻璃的，这才能随时查看吊炉里烤鹅腿的情况。这玩意儿简直像无缝金属浑然一体，这咋用？放心，我们的作品不仅仅考虑了机器美学，实用性也是拉满的。电吊炉中，我们已经设置了上百个最先进的温度传感器以及探测器，并显示在触控面板，可以让你实时监测每一只烤鹅腿的受热情况，甚至是内部温度。另外，我们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强大，可以达到迅速增温和降温的2种效果，完全可以模拟明火特点。这电吊炉节能环保，还能帮你节省电费。还有，这电吊炉拥有优秀算力，我们为此开发了各种电吊炉专属的应用程式，可以帮你计算每天收入波动、科学进货量等等，甚至它还能听歌、打游戏、玩圆。打住！
一个电吊炉为毛需要那么高智能的系统？打游戏又是想闹哪样？这不就是增加电吊炉的成本吗？综合上设计费，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怎么样，小孩哥，满意吗？我敢担保市面上没有更先进的电吊炉了。谢谢，我很满意。这个电吊炉要多少钱？钱要什么钱？能成为李记烤鹅腿的 VIP，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觉得赚翻了，怎么好意思要钱？还是要给钱的。这高配电吊炉无疑会大大加大烧烤效率，将来我也能用，只要买得起，我还是很乐意掏钱的。虽然李向东和12执意想付钱，但是谢飞等人坚决不接受，甚至成本费都不愿意要。无奈之下，12和李向东也只好作罢。好，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李记烤鹅腿的 VIP 了。我们就不要了，本就是帮谢飞的忙做个人情，不需要什么报酬。再者说，这 VIP 卡片和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实在是揣在兜里嫌浪费。师兄团现在还不知道，拒绝 VIP 卡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他们人生中最遗憾的事件之一。小孩哥，那就试试我们的电吊炉吧。对对对，先给我们烤上一炉，拜托了拜托了。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原来觉得谢飞、张山等人脑子里有泡，现在看来纯粹是我们脑子里有泡。给小孩哥做这高配电吊炉太值了。话说现在再开口要 VIP 卡还来得及吗？小孩哥，做个电吊炉就能享用到这么美味的烤鹅腿，我心里受之有愧啊！要不再给你做个全智能小吃车吧？这就不用了吧？就按照这过度设计的样儿，让他造个小吃车，他整不好攒一辆汽车开过来，到时候上牌照都成问题。高配电吊炉就位没过几分钟，京都大学的学生们收到了风声，疯狂地朝着小吃街席卷而来。李记烤鹅腿的摊位前很快就排起了长龙。菲菲，来尝尝烤鹅腿。我们说好了要去吃东街新开的日料店的，你这烤鹅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舍得给我花钱？不是，这烤鹅腿很好吃的，你尝一下。要不是这货是京都大学的学生，我才懒得和他谈恋爱。你这人啊，真没有情调。菲菲无奈地接过烤鹅腿，打量了一下，随即尝了一口，随后整个人眼睛瞪大了。这味道绝了！菲菲几大口就将烤鹅腿吃了个干净，然后又朝着男生看去。你手上的烤鹅腿给我，我还要吃。这可是我翘课排了那么久的队才买到的烤鹅腿。那怎么了？有好东西给女朋友不是应该的吗？应该的，你要买包，要吃昂贵的网红餐品，我从没有含糊过，毕竟女孩子要惯着。可今天我才发现，我无条件对她好，而她只把我当个提款机。憨厚男生瞧着菲菲贪婪的目光，似乎一瞬间成长了不少，明白了很多大道。那么好吃的烤鹅腿，老子愿意分给你一个就很不错。特喵的你，居然还想一个烤鹅腿都不给我留，给老子滚！给我你的烤鹅腿怎么了？你知道我为了见你化了多久的妆吗？现在的男人啊，自私自利，我呸！两人的吵闹迅速吸引了一些还在排队的京都学生的围观。我作为女孩子就是天然的弱势方，准有不少学生会帮我说话。谁料当大家了解了事情始末后，看向菲菲的眼神里顿时带上一层看傻子的目光。没搞错吧？你男朋友愿意分你一个烤鹅腿还不行，你居然还想把他的也吃了？知道烤鹅腿多难排吗？我特喵的在这等了1个小时了，还没吃上呢。我去，我是个女生，谁想分我的烤鹅腿我就和谁拼命。你男朋友居然愿意分你一个，我想说，帅哥加个微信好吗？我来当你女朋友。菲菲显然低估了烤鹅腿在京都学子心中的地位，听着学生们的声讨，看着一些妹子居然直接上前要自己男友的微信，她彻底破防了。与此同时，不远处，老赵啊，咱们和墨城大学的运动交流赛明天就要展开了，墨城大学学生们的饮食问题，还请你手拿把捏，力求精益求精。好的，我明白校长，您一切放心。这个男人一脸愁容的挂断电话，长叹一口气，他叫赵振海，是水木大学后勤部门的主任。什么东西这么香？赵振海猛然抬头，看到了京都大学学子们组成的长龙。这帮子学生在抢啥玩意？行了，都回去吧，已经卖完了。小孩哥，我瞅你那烤鹅腿不是还有几只吗？就给我做了呗。就是小孩哥，要是吃不上你的鹅腿，我晚上可睡不着了啊。剩下的烤鹅腿我们自己还吃呢，总不能不让我吃口饭吧？请爱护未成年好吗？那行吧，小孩哥，以后可记得继续出探，不继续投喂我们。对了，小孩哥，我接了个聊天群，你进一下，我让你当群主。聊天群，这倒是个增加客户粘性的好东西。12点点头，掏出手机扫码进群，大学生们这才依依不舍地走了。娃子，能再给我一个烤鹅腿吗？学生们是走光了，可一个中年男人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摊位前，给12地区一张名片。李向东一脸狐疑，抢先接过名片，看到名片上的字不由得一愣。水木大学后勤部门主任赵振海，臭小子，这可是个大人物啊！赵主任，不管你是谁，我们已经要收摊了。我们对待顾客都是一视同仁的，既然不卖给学生，也不会卖给你。小小年纪不卑不亢，这小娃子是个材料啊！你误会了孩子，我只是想试吃一下你的烤鹅腿，一块，哪怕一小块鹅肉就行。
烤鹅腿哪有一小块一小块要的？你把自己当路边的流浪猫狗了？这货到底是不是真的水木大学后勤主任啊？别是个精神病人吧？这是馋疯了。12犹豫了一下，从剩下的烤鹅腿上撕下了一小块递给了他。赵振海接过后，先是凑近看了看指甲盖大小的鹅肉，闻了闻，随后放进嘴里吃了起来。这也太好吃了吧！孩子，我能再来一块吗？赶紧走！合着这赵振海整这么专业，这么有仪式感，啥味道没尝出来？这就是个打秋风的嘛！孩子别误会，我觉得你的厨艺很出色。我们水木大学后厨缺人，我是想再确定一下这烤鹅腿的味道。如果足够优秀，我会请你来我们水木大学的后厨。水木大学的后厨，我对后厨工作并没有那么感兴趣，我还是喜欢街头小吃的氛围。然而，还没等12拒绝，李向东却抢先把自己手里的烤鹅腿给递了过去。来，您尝尝我这只烤鹅腿。如果能让这小子进水木大学的后厨，那无疑是一次让他感受到高等学府熏陶的绝好机会啊！到时候让这小子瞧瞧水木大学优良的读书环境，再瞧一瞧校内大学生充实的日常生活，搞不好就能让这臭小子立志学习，从此发愤图强呢。谢谢老板。虽然口上答谢，但是赵振海并没有直接接过鹅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12，想要看12的反应。毕竟烤鹅腿是出自这个小家伙之手，要把他得罪了，那可对我的厨师招揽工作没啥好处。这小孩搞不好是个老天爷给我送上门的宝藏厨师，我可不想错失人才。哎，吃吧。赵振海点点头，随即将烤鹅腿送到嘴边。一开始，赵振海还能保持儒雅且专业的吃相，可到后来，赵振海越来越放飞自我，最后和那些京都大学的学生没啥区别了。好吃，太好吃了。赵主任，你觉得我儿子能行吗？这个赵振海有些犯难。烤鹅腿好吃是好吃，可以说12做的烤鹅腿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烧烤。但这小孩年仅8岁，搞不好管理难度比那帮大厨还大。万一他临阵掉链子，耍小孩子性子，那咋整？妈的，都这么好吃了，赌一把。孩子，明天你就来我们水木大学的后厨吧，合同你看一下，这是定金。1个0、2个0、5个0，水木大学果然出手阔绰啊，一下子就是10万块钱。12不知道的是，这个价格是水木大学按照有一定名气的专业厨师身价来拟定的，自然夸张。当然，这也侧面表现了赵振海对12的认同和欣赏。最终，在李向东殷切期盼的目光下，12无奈的点点头。没办法，水木大学钱给到位了，而我现在的家庭状况确实缺钱。虽然烤鹅腿爆火，但也不可能直接让我赚10万。说起来，明天京都大学的学生们估计该失望了。从水木回来，可得补偿一下那帮家伙。做什么生意都讲究个人情世故嘛。明天早上8点来水木大学门口，我会来接你们。随后又说了些相关事宜，赵振海就准备走了。临走之时，赵振海不忘瞅了几眼剩下的烤鹅腿，显然赵振海还想再吃，但是他是无论如何拉不下脸再讨要了。臭小子，你发财了啊！这合同周期才3天，3天赚10万，这是把我往年半年的收入都给挣了。这钱你先拿着吧，我现在没啥急用钱的地方，这钱的咱就用来以后采购食材和照顾老妈。这小子怎么忽然这么懂事？臭小子，这钱我就先给你存着，老子不花你的钱，留着以后娶媳妇用。赵主任，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没关系，毕竟昨晚我是临时邀约，你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多，受累了。卧槽，原来这个小子才是厨师！尼玛，这是啥情况？恶作剧，这赵振海整我们呢。行了，大伙儿都赶紧准备吧，记得遵守我们食堂的卫生准则。赵振海也不和大厨们解释，因为他知道说再多也没用了，这几个大厨看样子也听不进去，所以干脆解散了动员讲话。对了，李小师傅，一会儿你做烤鹅腿，能不能给我留一只？那个，我今天不打算做烤鹅腿。赵振海僵住了，表情从失望再到迷茫，最后眼神里涌出担忧。他想当然的以为12来食堂一定会继续做烤鹅腿，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12居然说搞其他菜品。放心吧，赵主任，我拿手饭菜可多着呢，烤鹅腿只是其中之一。今天中午我就做个至尊炒饭，给那些毛熊国的学生尝尝。看12胸有成竹的样子，赵振海这才心稍微定了定。至尊炒饭虽然不算什么传统名菜，但是也是齐国家喻户晓的家常菜。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厨师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没多大会儿功夫，12从农贸市场订购的至尊炒饭食材就运货到后厨了。臭小子，咱们可不能搞砸了，要不一会儿我来做饭吧。既然和水木大学签订了合同，那就得给人把事情办好。再者说，这也是让这小子和水木大学校内的第一次接触，我也希望这臭小子能给水木大学留个好印象。放心吧，老爸，我能行。对了，你淘米的时候不要用冷水，还有一会儿你负责蒸米，要少加点儿水，不要做太熟。12和李向东父子俩在角落并不起眼，但是后厨中其余大厨们的目光还是一个劲儿的朝他二人瞟去。这小孩谁知道他们的底细啊？为啥一个小孩也能和咱们站在一起当厨师啊？该不会是什么新晋的厨艺神童吧？但我最近没听说过有这号人物啊。
卧槽，我在厨师群问出来这小孩是谁了，他不是什么厨艺神童，就是小吃街卖鹅腿的。我有个朋友昨天逛小吃街发朋友圈了，背景就有他，你们看看是不是一个人？还真是，喵的，我有点不能忍了。当李向东和12的身份传开后，厨师们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侮辱，这是对我们这帮专业厨师的侮辱。一个卖小吃的，怎么和咱们一起进水幕后厨的？你看刚才赵主任对着小孩笑眯眯的样子，还不明白关系互背？估计这小孩是赵振海的什么亲戚？哎，太黑暗了。奶奶的，我不服，我倒是想看看他们一个做小吃的能做出来啥东西。随着各式食材准备完毕，不少厨师都开始开火做饭了。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40了，算算时间，再有1个小时，毛熊国的学生们就会来到食堂。食堂和饭店不一样，由于供应量大，所以必须提前备着点饭菜。12也不例外，他现在有系统奖励的基础厨艺以及师身菜谱的指导，炒个至尊炒饭那是手到拈来。12手法之娴熟，不单单让李向东看得眼睛发直，更让一众后厨侧目。哟，这小子还能炒几下饭呢？就这几手，忽悠他们地摊上的客人还行，可入不了我的法眼。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一个做小吃的根本不知道如何炒一份真正的炒饭。炒饭应该用隔夜饭炒啊！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后厨们都暗中摇头，不少人还不屑地嗤笑出声。真正的内行都知道炒饭应该用隔夜饭，而12这用新鲜米饭炒饭，一眼就是小白行为。你们唧唧歪歪什么呢？来当我面说。我们指出你儿子的错误还急了，炒饭想做好吃哪有现蒸米的，等着炒饭做砸吧。大厨们见李向东要发火，心中更是轻蔑，他们的确没说错。一般情况下，炒饭的确是选用隔夜米为佳，隔夜的米饭由于水分流失、淀粉老化，形成了特殊的口感，是炒饭的完美原材料。我儿子怎么做，不用你们来教。李向东心里有点发虚，可嘴上却不怯。只见李向东一边还嘴，一边凑近12低声问道：臭小子，其实他们说的有道理，炒饭的确是隔夜的好，更何况你刚才让我煮的米都是加生的，要是把那帮学生吃坏肚子咋整？老爸，你瞧好吧，这加生饭稍加处理就能变成超越隔夜饭的完美原材料。锅里本就有花生油打底，再加上猪油，一股油脂香气顿时蔓延开来。猪油有着极强的软润米粒的作用，凝固的猪油块在高温翻炒下迅速化开，在米粒上形成了油脂膜，让米粒蒙上了一层光亮。就这一手，瞬间让锅里的小狮子变成了一颗颗小珍珠。有了油脂膜的加持，加生米饭顿时拥有了外软内硬的 Q 弹口感。同时，加生米由于猪油的浸透进一步熟化，米饭的清香也变得越来越浓郁。老爸，你也别闲着了，去准备下一锅的食材吧。臭小子，指挥起我了，儿子指挥起老子了，有没有天理？不过在厨师这行还真有，谁让自己儿子有手艺呢？这小子饭炒得那么好，在家里还总吆喝着让我做炒饭吃宵夜，哎，感觉我的七匹狼在震动啊！至尊炒饭制作者李12，品质紫色珍贵。同学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水木大学校园电视台，我是校记者刘雨薇。刚才呢，我已经带领大家参观了咱们水木运动件的食堂，现在我们来看看墨城学生们的食堂，不知道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中午都能吃到什么美食呢？校记者刘雨薇介绍完，随即朝镜头一招手，进入到了食堂内部。刘雨薇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这由各种美食香气混合而成的饭菜香味中，有一道香气力压群雄，脱颖而出。这应该是炒饭的味道。按理说，重油重盐的炒饭给人的气味感受应该是略带些油腻，可这炒饭味道不同，其间似乎有一股大米的清香。东食堂的厨师师傅们也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工了。我觉得有一个窗口的饭菜似乎特别香，好像做的是炒饭啊。正当刘雨薇准备踮起脚尖寻找哪个窗口在做炒饭时，导播老师忙一把将刘雨薇拉出了镜头。雨薇啊，我刚才就交代过你了，食堂的每一位师傅都是在用心烹制饭菜，你不能当着镜头拉踩。就在刚才，校电视台就发生了一起节目事故。在参观水木方的运动员食堂时，因为有一位师傅做的是刘雨薇爱吃的卤鸡腿，所以刘雨薇就当着镜头的面对着烤鸡腿大赞特赞。水木大学的后厨们那都是专业厨师，都是要脸的。刘雨薇这么一吹卤鸡腿，顿时引得其他窗口的师傅不满起来。没多大会儿功夫，师傅们就上演了一出口水骂战，险些耽搁备餐大事。为了不让刘雨薇再搞出事，导播老师只能时刻盯着刘雨薇的一言一行。记住了，你只能夸饭菜健康营养，不能强调哪个窗口师傅做饭更好吃。回到镜头前的刘雨薇一脸委屈，一看那样子，大家都猜到准是说错话被老师说了。雨薇啊，你就长点心吧。我敢打赌，等运动会开始，刘雨薇估计都没现在这么兴奋。雨薇，要不毕业后你去主持美食节目得了。那个，先让我们看看咱们各个窗口的大师傅们都在做什么菜吧。说着，刘雨薇带着摄像师走进食堂窗口，看到有摄像机和记者过来，食堂师傅们都是精神一振。然而刘雨薇鼻子一动一动，一个个菜闻过去，丝毫没有介绍意思，这让食堂大厨们眉头都皱了起来。就在导播老师皱着眉准备再把刘雨薇拉出镜头时，刘雨薇忽然在4号窗口停住了脚步。小朋友，请问你做的至尊炒饭能试吃吗？
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厨？他有什么来历？是什么身份？这些摆在眼前，勾人好奇的直播要点都被直接忽略。刘雨薇的注意力居然全在一份炒饭上，简直是个大吃货。试吃，你想吃就吃吧。食堂窗口本来就是给学生供餐的，记得好评。明白。虽然食堂做饭要好评有点怪怪的，但是美食当前，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刘雨薇咽着口水，目光在12盛出的几盘至尊炒饭上扫过，最后选了分量最大的一盘。这一举动又是把导播老师看得眼皮子直跳。尼玛，是吃就是吃，你拿个勺子挖一点就行了，哪有直接端走那么大一份的？大姐，你在做节目啊？那我先替大家尝尝。刘雨薇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理智，随后掏出了自带的筷子，扒了一小口。随后，刘雨薇眼神开始发直了，瞳孔开始涣散了。香迷糊了，蛋香与油香交织，虾仁更添鲜味。正当稍稍要品出略微油腻的后味时，米饭的清香一涌而上，反倒是让人神清气爽。咋样啊，雨薇，好吃不？话说维维似乎半天都没说词儿了，这算不算播出事故？我怎么觉得我看的不是校园直播，是吃播啊？别说，这至尊炒饭看起来确实挺诱人啊，我都有点儿去尝尝了。至尊炒饭而已，再好吃能有多好吃啊？上面的弹幕是不是饿了？弹幕飘过，刘雨薇没有丝毫回复的意思，而是掏出了个大勺子，不顾形象的猛吃了起来。擦，你管这叫试吃？导播老师，你也来一口，这炒饭太绝了。我来一口，我来你妹啊！看来以后千万不能再让刘雨薇碰美食类节目了，目前只能由我凭借过硬的本领上演极限救场了。哈哈，同学们，我就先带雨薇试吃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炒饭配料比外面的更加丰富，想必也是为了运动员的营养需求考虑。这味道，导播老师忽然感觉心里猛然被击中了，只见他的表情一阵变化，从震惊再到迷茫，最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他想到小时候，每当放学推开家门，妈妈总会备好他最喜欢吃的蛋炒饭等着他，笑着扒着蛋炒饭和妈妈笑谈着校园里发生的事儿。而今他的妈妈已经不在了，导播老师也试着请名厨复刻他妈妈当年蛋炒饭味道，可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儿了。谁曾想，从12的炒饭中，导播老师居然尝出一份当年的悸动，当年的温馨。随着导播老师的沦陷，校电视台开播以来最诡异的场景上演。刘雨薇正对着一大盘炒饭疯狂干饭，而导播老师则是坐在一旁默默流泪，空气都凝固了。站在一旁扛着摄像机的摄像师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现在应该拍什么？你们课秒弟连话都不说，这节目难道要靠我一个摄像师进行？要不是我也过去吃炒饭的了，这炒饭闻着还挺香的。这不是完全没把我们这群大厨放在眼里？至尊炒饭连最基本的隔夜饭都没有用，能好吃就怪了。可一星期这居然还吃得津津有味。那小孩是赵振海的亲戚，事关系户，基本上已经可以实锤了。要不是那样，校电视台的那帮人怎么就只吃他们窗口的饭？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先是搞个小孩关系户，紧接着又来电视台，一拉一踩，这赵振海是想借着咱们的名声给那小鬼头扬名啊！卧槽，原来是这样，那赵振海是设了个套儿给咱们钻了。后厨们议论声越来越大，情绪开始躁动起来。导播老师似乎察觉到了厨师们的情绪，也从至尊炒饭带来的回忆中猛然挣脱出来。雨薇，快别吃了，自己居然都被刘雨薇给带跑偏了。看厨师们群情激愤的样子，这是又要出大状况了。这炒饭太好。刘雨薇话还没说完，就对上了导播老师冰冷和带着杀意的眼神。对了，导播老师已经交代过了，不能说这炒饭好吃，这炒饭太健康了，太实惠了，太营养了，太让人湿润了，眼角湿润。这算什么词儿？这个刘雨薇的脑子是不是有点儿问题？食堂的炒饭比起外面卖的大多数还是实惠的吧？湿润又是什么鬼？我又没往炒饭里加洋葱。任务进度有口皆碑，1000分之104。不管怎么说，今天的第一个好评是到手了。看来不管是烤鹅腿还是炒饭，只要做得好吃，那都会得到食客们的认可。对了，小朋友，加我个绿泡泡，方便我以后找你采访。雨薇，赶紧继续采访其他窗口，别的厨师已经有情绪了，快！在导播老师的催促下，刘雨薇没来得及和12再多说几句话就被拽走了。果然，当见到刘雨薇一行人朝自己的窗口走来时，大厨们的神色才稍稍缓解。然而很快，厨师们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刚才刘雨薇在李12的窗口，那可是大吃特吃，就连导播都坐那儿尝了几口炒饭。现在到了我们的窗口，就随意介绍就完事了。事实缓解呢，这不是糊弄我们呢。雨薇，要不你再尝几口？老师，吃不下了。就一口。刘雨薇捂着肚子，无奈的点点头，看向摄像机道：我们接下来看1号窗口，他提供的美食是罗宋汤，我们来试吃一下。就当刘雨薇把一勺罗宋汤送入嘴中后，由于强烈的生理不适，差点吐了出来。完蛋了，刚才那炒饭吃的太多。然而刘雨薇的这一举动，也让厨师们酝酿了许久的愤怒情绪被彻底点燃。不是，我说你们水木大学是几个意思啊？想说我做的饭难吃，就是说不用在这里表演，我在外面可是西餐厅的主厨，这是想砸我招牌是吗？不带这么羞辱人的，妈的，那个导播老师你给我过来，给我们解释解释。你们水木大学厉害又怎么样？我们这些厨师都是有尊严的，我们需要一个交代。
这下完了。导播老师整个人都麻了。刚才他们就在其他食堂搞出来了乱子，没想到在这东食堂搞的乱子更大。你们都在干什么呢？墨城大学的学生已经到校内了，稍事休整，他们就会来到食堂用餐。你们被菜量少得可怜，就这，根本他们不够吃的。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之下，本就饥肠辘辘，结果想吃一顿饱饭都提供不上，像话吗？这是我们不好好备菜吗？赵振海，你堂而皇之的走后门，还找电视台拉踩我们这些厨师，这谁还有心情好好做饭？要不是你任人唯亲，羞辱我们，事情能发展到现在那样吗？我猜那个叫李12的是你的小侄子吧？啧，有个当后勤主任的亲戚就是好啊。李12什么时候成我侄子了？我怎么就走后门了？你们是脑子抽风了吧？既然撕破脸皮了，我也有话直说了。赵振海，你把我们这些厨师当傻子呢？像这种套路我见多了，请我们一帮专业厨师过来，然后再找记者过来说我们做的菜不如一个孩子做的，一拉一踩让那个叫李12的小子扬名。你反正必须给我们个交代，要么涨薪，要么让那毛都没长气的小孩子滚蛋。我是累了，得歇会儿喽。既然关系户那么有本事，就让他多做点给那些外国学生吃吧。都他妈活腻歪了是吧？谁再说我儿子一句，老子今天把他做成菜。啥意思？还想打人不是？关系户还真当水木大学里没有法律了。来，你动我一下试试，我还不信你今天能把我们都打死。这算什么事啊？这整个后厨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赵振海额头上青筋直跳，努力想理清眼前令人迷惑的事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食堂又进来一批人。来自墨城大学的朋友们，这就是你们要用餐的食堂，我们的大厨师傅已经给你们准备了美味可口的饭菜。完了。赵主任，实在抱歉，我们也没想到会搞成这样。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赵振海叹了口气，诚然他是无辜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赵振海必须要做出妥协。请大家安静一下，无论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对我产生了误解，我先给大家道个歉，但还请大家继续坚持在岗位上，我会给大家加薪来补偿。加薪？我们还真不差那点钱，我们真正在意的是名声。想让我们继续做饭，可以。你先把那关系户给辞退了再说。不错，有这对关系户在，你就别指望墨城大学那帮学生吃饱饭了。听大厨们这么说，李向东暴脾气又上来了，挥着皮带就想上，好在被12给拦下了。爸，别搭理他们，咱做咱的饭就完事了。这事情可太难办了，如果任由大厨们闹情绪，墨城的学生们该怎么办？如果因为食堂问题，运动会不能顺利开展，那我也要跟着受大处分，直接被降级都有可能。要不把李12先辞退了，工钱照给就是了。一个念头在赵振海脑海里闪过，没办法，这年头讲究的并不是谁对谁错，有时候用枪指着好人是最方便有效的做法。然而赵振海看到12又炒出了一大锅炒饭，眼神中仿佛满是对厨艺的热情和渴求时，赵振海又有些犹豫了。难道我要开除这么一个孩子？绝对不行。其实赵振海不知道李12是无所谓的，对于12来说，如果能在食堂做炒饭顺便把系统任务完成了，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如果被辞退了，等于是干了一上午拿10万块钱走人，也不是不能忍。前世的历练早让12心智成熟，可没那些个大厨那么玻璃心。至于赵振海从12眼神中解读出的什么对厨艺的向往和渴求，那只是赵振海的内心戏罢了。对不起，这一点我做不到，我绝不会辞退一个像李12这样优秀的厨师。看看，果然是不舍得啊。呵呵，赵主任，既然你对你的关系户那么包庇，那就自食恶果呗。他做了那么多炒饭，就让他喂饱这些墨城大学的学生算了。我们中午是要休息一下，不干喽。到时候墨城大学学生吃了炒饭不满，投诉时，看你赵振海又准备怎么收场。不用你们这帮饭桶，我儿子一个人就够了。老爹你倒是口嗨了，我可就有的忙了。很快，110号墨城大学的学生们就来到了各大窗口前，然而人流分开，集中在了其他窗口，唯独12的窗口空空荡荡，无人排队。没办法，毕竟这些毛熊国学生初来乍到，吃东西自然会选择较为熟悉的料理。很快，大厨们制备出来的各种备菜就被消耗了七七八八，而墨城大学的学生们还有一大半没有吃上饭。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制作食物？我是举重运动员，你们备了那么一点饭，食物根本不够。梅耶夫有点无奈，忽然他的目光落在无人的4号窗口前。那是齐国的米饭，现在好像也只剩下10号窗口一个选择了。一般来说，他们毛熊国人是不吃米食的，主食主要是由面包、面条以及土豆构成，但现在他乡一土，显然也由不得他选择。但愿他的食物能让人下咽，我下午有比赛，不吃饱饭可不行。如果好吃，给个好评哦。梅耶夫挖了一勺炒饭放入嘴中，随着咀嚼，梅耶夫的眼神从怀疑渐渐变得清澈了。苏卡，那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梅耶夫，难得听你小子嘴里能吐出来夸赞别人的话，让我也尝尝。与梅耶夫关系较好的同学见梅耶夫这样，拿起勺子大咧咧地挖了一勺炒饭送入嘴中。苏卡，这玩意儿简直比妈妈做的烤面包还要美味。来来来，大家都来尝尝。一瞬间，梅耶夫的桌子旁就围过来一群墨城大学的学生，大家你一勺我一勺，一大份炒饭很快就见了半。
生福在上，那齐国的食物实在是天上的恩赐。原来齐国的米饭那么好吃，它里面的虾仁、豌豆，甚至我最讨厌的胡萝卜都有浓郁的滋味。那米粒像是在我嘴里跳舞，虾仁表皮围剿咬下去又都是鲜美。天哪，我要晕倒了！你们要吃自己买去，再吃我的齐国炒饭，我要动手了。宿主获得好评+6，任务有口皆碑，进度更新已获得1000分之110好评。小朋友，你的炒饭让我一生吃过的饭菜都变得像狗屎，我爱你的炒饭。呜，你的炒饭实在是太好吃了，我这辈子要是吃不到怎么办啊？不行了，我1分钟没有炒饭吃，我就觉得有蚂蚁在身上爬。你们收敛点儿，我就一小孩儿，你们这么说我会膨胀的。什么小孩儿？你是神，是食物之神。从大厨罢工到李12引起墨城大学的学生膜拜，说来缓慢，但是也就20多分钟的事儿，一份炒饭而已，真的至于吗？不得不说，那小朋友的炒饭的确太好吃了，我第一次尝到的时候都有点把持不住。导播老师见危机似乎解除了，此时也放松下来。对了，雨薇，咱们的节目还拍着呢，你顺势给墨城大学的学生们做个采访吧。雨薇呢？导播老师四处寻找，最终他发现了混在墨城大学学生队伍里刘雨薇。你特喵刚才不都撑吐了，还能吃？看来刘雨薇今天中午是不能正常工作了。这不对吧？在这些大厨的设想里，这次一定会办赵振海个大难看。可谁料，即便他们罢工，人家李12一己之力居然撑起了整个食堂的工作。最关键的是，李12一份至尊炒饭居然吃的那帮外国老哭爹喊娘的。有的厨师一咬牙，开始重新开火做饭。同学，我们这又有烤肉了，你来一份。同学，新出锅的罗宋汤。然而，即便是刚才还桀骜不驯的厨师们，态度180度大转弯，努力推销起自己的菜肴，但还是没有学生愿意驻足看他们一眼。这帮墨城大学学生就是没吃过好东西吧？我就不信一份炒饭能多好吃。有不信邪的后厨去12窗口偷偷拿了份饭，当尝到炒饭的那刻，眼泪都下来了。尼玛，李12是怎么研究出来这炒饭的？这炒饭能是人做出来的？我想，我们是时候谈一下合同违约的事情了。赵主任，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们不知道您请的那位小神仙居然有那么好的手艺，以为是您刻意给我们设套呢。就是啊，赵主任，您看我们下午一定会好好做饭，您让我们做什么传统美食我就做。我想问问你们，就算我网开一面，继续雇佣你们，你们又能干点什么？你们做的饭真的有人吃吗？你做的饭没人吃，无论哪个厨师都听不得这话。要有人敢这么说，绝对上去拼命。然而，现在他们还真反驳不了赵振海。赵主任，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既然是我们违约在先，那么我们接受被辞退，甚至我们愿意支付违约金。但是您能不能请电视台的人不要把刚才的直播录像放在网络上？对于这帮子大厨来说，水木大学给的佣金还真不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厨师，脸面和名声是最重要的。你们刚才既然说我走关系，干涉校电视台，那我现在更不能出这个面了。万一你们事后再举报我，那我就说不清了。不过我可以把雨薇同学喊来，你们和他谈。很快，大厨们向刘雨薇说明了自己的诉求，而性格大咧咧的刘雨薇也的确很爽快。你们说晚了，我已经把刚才的直播录像发到我个人微博上面去了。原因嘛也很简单，我乐意。刘雨薇也是个有个性的主，她从事新闻行业的初心就是播报真相，自然不可能为大厨们刻意隐瞒。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接这份差事。错了，早知道这样，咱们就不应该误会那小孩。大厨们眼见再待不下去了，也识趣的收拾起东西，准备撤退。与此同时，李12家的廉租房中，张雅文是吗？我是德胜小吃街的管理员，我发现你们的营业有违规行为，所以从今日起，你们的摊位取消，以后不准再来摆摊。管理员，您一定是误会了，我家的李记鹅腿摊一直老老实实经营，哪有什么违规啊？别废话了，赶紧来小吃街把你的摊位收走。由于烤鹅腿摊是张雅文在小吃街注册的，所以管理员的通知仅仅拨打到了张雅文的电话上。然而他拿起电话想给李向东打过去，又犹豫了。老公和儿子现在在水木大学正忙活着呢，如果这事儿让他们分心搞砸了手头的活，那就不好了。毕竟水木方出手阔绰，做好食堂工作也是我们家目前的重中之重。算了，自己跑一趟吧。大家不好意思，我们李记烤鹅腿今天是不出摊的。阿姨，我们知道李记烤鹅腿不出摊，但是我们就是想碰碰运气。是啊，其实小孩哥今天上午已经在聊天群通知过我们中午不来了，但是我们怕他下午来得早，导致我们错失排的好位置。都让一让，没长眼睛啊！正当张雅文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一道不耐烦的声音响起，人群中让他一条道路。只见一对夫妻推着个烧烤车大摇大摆而来，随后直接停到了李记烤鹅腿的摊位上。陈强、王芳，这是我们的摊位，你们为啥要摆摊？你的摊位，谁说是你的？王芳轻蔑地看了一眼张雅文，伸手掏出一张合同。瞧见了吗？你们的烤鹅腿因为非法经营已经被取消摊位了，现在这摊位是我们的。张雅文瞧见白纸黑字的合同，大脑中顿时嗡了一声。烤鹅腿摊是张雅文、李向东共同经营多年的努力，说没了就没了。我们怎么可能非法经营呢？我们都是老实人啊，
这应该是搞错了吧？正拿你的眼睛看仔细了，最后这就是德胜公司的账，怎么会搞错？你要真没非法经营，人家小吃街的管理员怎么会冤枉你？现在的坏人啊，就喜欢装老实人。你把合同给我看一下。哼，你想要闹事去找管理员闹，别影响我们做生意。此时学生们有点看不下去了，看到曾经的鹅腿阿姨张雅文被如此对待，大伙心里都是100个不乐意。怎么说话的？你占了人家摊位，人家看看你合同细节不行。我看应该滚的是你们夫妻俩。我前一阵子在你们的摊位吃羊肉串，直接化身了一晚上喷射战士，我怀疑你们用的都是变质的肉。对，我警告你啊，交流就好好交流，别骂人。不少学生仗义直言，声援起张雅文来。与此同时，见暂时稳住情势，一些学生也拿起手机，在群中找起12来。小孩哥，你在忙啥呢？赶紧回小吃街，有人来你们的摊位找茬，你妈妈也在这里。马上回去，照顾好我妈，必有重谢。都干什么呢？给我散了！哟，表哥您终于来了。王表哥，这个张雅文不服管理，还聚众闹事。表哥，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这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啊。这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大概率这陈强是走了他所谓表哥的关系，才拿下了摊位转让的合同。有了李记烤鹅腿摊位被收回这事。聚众闹事，张雅文，说吧，你有啥不服的？我说你非法经营，那绝对是非法经营，不会错。我问你，你这李记烤鹅腿的工商注册人是谁啊？当年就是我注册的，手续完全合规。那就是了。那你们李记烤鹅腿的实际经营者是谁呢？是你老公李向东吧？这管理员师傅，这有啥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你犯法了知道吗？应工商要求，小吃摊注册人和实际经营者必须保持一致。你这种情况属于冒名经营，我没报警抓你都是好的，你还好意思在这撒泼闹事？哼，怎么样？你还有啥说的吗？你表哥不愧是上过几年学的，这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把那泼妇说的都接不上话。嘿嘿，那是，也不看我表哥是谁。把他们摊位上剩的家伙事全给我扔了！王猛一声令下，保安就要去将电吊炉推翻。张雅文面色一变，想要上前阻止，王芳却直接上前一把推开了张雅文。死娘们儿，我看你是欠挨打了。王芳说着，泼妇劲儿上来了，上去就要给张雅文一巴掌。可谁料下一刻，王芳感觉脖子上一轻，随后居然被人提着衣领给揪了回去。只见身后站了个极其高大的身影，这人身高至少有2米，配合上手臂上隆起的肌肉和大光头，简直让人联想到梁山好汉。当然了，这不是什么梁山好汉穿越，而是京都大学篮球队首发中锋出手了。你们这些人是当我们京都大学学生是不存在啊？有我们在，就没人能欺负鹅腿阿姨。大学生正是正义感爆棚的时候，随着校篮球队中锋一出手，学生们也都挺身而出，将张雅文护在了队伍里。陈强，有人欺负我，你丫看什么热闹呢？陈强看着大中锋咽了口唾沫，双腿一直抖个不停，哪里还有上前的勇气？夫妻俩都是废物，你们俩赶紧去帮忙！王猛招呼俩保安，却看到2个保安手死死地粘在电吊炉上，白眼直翻，嘴里都快吐出白沫。这又是啥情况？特喵的，你俩大活人还能让一个电吊炉给反杀了不成？他们这是触发了我预设的防盗系统了。电吊炉识别到没有露露的人脸，企图搬运就会自动产生微弱的电流，来达到震慑歹徒的作用。只不过现在来看，这防盗电流设定的有点儿大啊。猛哥，这电吊炉有鬼啊！猛哥，我骨头都酥了，我这算不算工伤？这一定是工伤啊！滚你丫的，让你搬个炉子都费劲。王猛心态已经开始炸了，逼走商户的事儿王猛干了不止一次了，可哪一次都没今天这么玄乎。与此同时，由于刚才的混乱，也吸引了一些路人和周边商贩的围观。王猛眼珠子一转，一脸委屈地朝围观群众说道：大家帮忙，我只是按照规定来回收李记烤鹅腿的摊位，毕竟他们非法经营。然而这张雅文不单不配合工作，还纠集大学生对我们使用暴力，这实在是没有王法了，太欺负人了。王猛越演越像，到最后眼眶都发红了。围观的摊贩还好说，毕竟大家都知道这王猛和陈强、王芳夫妇平时是什么德行。可一些围观的路人则对大学生们皱起了眉头。你们这帮学生啊，简直是无法无天，让我给你们都拍下来发抖手上去。后生不要这么冲动嘛。听到群众的议论，王猛嘴角划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这年头很多人就这样，他们不会去理会真正的事实，只喜欢站在高地指责他人的感觉。而学生群体往往又是最容易被拿捏的软柿子，被王猛这么一脚，让这帮愣头青学生娃有理也变得没理。不是的，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阿姨，您不用给他们说。此时，人群中一名瘦弱的男生扛着摄像机站了出来，是京都大学新闻系的男生，把摄像机对准群众也拍了起来。不是，学生，你拍我们干什么？把你那摄像机给我放下。我拍什么？我拍证据啊！你们这样听风就是雨，正好符合我现在的新闻课题——谣言的传播。我把你们录成素材，回头做成纪录片，弄到电视上放。新闻系学生这么一说，哪还有好事？群众敢再说什么？几个刚才还在拿手机拍摄的直呼晦气，连扭头就走，不敢有片刻停留。大家别怕他们，他们绝对是违法的，这些不法分子就应该声讨。
既然新闻系的同学开始录像了，那我这个法律系的借着摄像头保留证据讲两句。你刚才说李记烤鹅腿注册人和经营人不一致，所以要取缔。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德胜小吃街所属的德胜餐饮公司仅仅为民营企业，你也没有任何执法权。即便是李记烤鹅腿的经营资质有问题，你们也无权没收摊位。你这种行为属于单方面违反合同。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有没有问题？这个就算我没有执法权，但是他们违法，我这也应该管理。王猛平日里也就被几个法条吓唬人，但是遇到专业的，他就变成了小虾米见了海王，囫囵话都说不出来。接着我们来谈非法经营的问题。非法经营通常是指贩卖违禁品、管控品、法律证书以及哄抬物价、垄断资源等行为。小吃街摊位注册人和实际经营人不一致，实际上并不属于非法经营的范畴。其次，即便注册人与实际经营人不一致，也不触犯工商管理条例，只要营业执照、经营者名字和实际经营人一致即可。而我刚才已经调查过了，李记烤鹅腿已经做了相关变更。那你们刚才打人总犯法吧？即便我们工作有疏忽，你们也不能打。停，我们只是阻止了你们对张雅文阿姨的不法侵害，并没有对你们采取任何攻击行为。在场有人证，街角已有治安摄像头。倒是你们结伙强占摊位，以暴力手段驱赶经营者，已经触犯了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多条治安法规。而且我怀疑你们属于黑恶势力，值得进一步取证调查。尼玛，这学法律的是真狠，我一不留神，几顶帽子都扣过来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有事先走了。他表哥，咱走什么？这件事儿都不能这么算了。你收了我们的红包，总得办事吧？给我狠狠收拾这帮学生！去你丫的！管不了这些学生，还管不了你王芳，快点走！现在还不走，等什么呢？非要被学生逮住，狠狠真实才行。王猛，你居然敢打老娘！你这收了钱不办事儿的白眼狼！王芳挥舞着肥硕的胳膊，瞬间和王猛撕扯在了一起。不要在这里当显眼包了，今天你们都走不了。随着法律系妹子话音落下，几个学生将王猛等人一围，显然他们是轻易走不掉了。本来只是简单的卖个人情，没想到会牵扯到这么一帮子奇怪的学生出来。最关键的是，这帮学生干啥的都有，这哪里干得过人家嘛？王猛第一次见识到了学生的厉害，并给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表哥，现在咋办？难道今天我们就要这么栽在一帮学生手里了？没办法了，只能找大哥了。这帮学生仔还是太年轻，我今天就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人情社会。爸，我在德胜小吃街买吃的，遇上了点事儿。师兄，您不忙吧？不忙就好。德胜小吃街有情况，您来一下。半个小时后，一台轿车停在了小吃街前。卧槽，是经理来了吗？爸，你怎么才来？我在你的小吃街排队买鹅腿，没想到见到这个管理员欺负人。卧槽，钱董！德胜餐饮集团的董事长钱鸿飞，当从女儿那里了解完来龙去脉后，便一脸古怪的道：“就这么点事儿？”是的，爸，他们太过分了，我觉得这影响咱家的企业形象。联系人力登记一下他们信息，开除。对于钱鸿飞来说，开除这种基层的不能在基层的员工，实在不是他的工作范围。但是女儿都开口了，那就亲自下场呗。王猛，你被开除了，明天不用过来了。表哥，这你就没了。陈强人都傻了，这剧情节奏也太快了点吧。反正开除了我，他们也得给我补偿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嘴上是这么说，王猛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了。单靠工资，王猛其实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毕竟这是京都，工资不过万根本不够看。要提赚钱牟利，王猛最大的收入来源其实是靠着管理员的身份收刮商贩的油水，工作一丢，这下子油水全没了。强子，都是你给老子惹的好事。陈强被扑倒在地，很快三人就再次乱作一团。不过混乱没持续多久，又有2辆车开来。小师弟，你找我要处理什么问题？男人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也是京都大学刑侦出身。刚才同门嫡系师弟打电话求助，恰逢他难得清闲，就驱车赶来了。就这点事，这特喵的就是一治安纠纷了，这还用请我这个刑警队长来？找派出所民警不就解决了？不过师弟就开口了，看在同门情谊的份上，这事儿能处理还是顺手处理了，把那几个带到就近派出所去，说明情况，殴打他人寻衅滋事，基本可以给他坐实，重点调查是否是黑恶势力。就在这时候，一辆宝马车疾驰而来，停在路口。等一下，谁敢动我王猛老弟？这个经理也给我开除，又来同伙了，一起带走吧。王猛等人前脚刚被带走，12和李向东才坐着出租车风尘仆仆的赶到。在确认张雅文身体无恙后，12松了一口气。以后这种事儿你就不应该自己来，啥事都要先通知我，知道吗？老李啊，这帮孩子可是帮了咱们大忙了，咱们可得好好谢谢他们。没事儿，这都是应该的事。小孩哥可是我们的饲养员，这我们不帮忙谁帮忙？话说小孩哥，你既然来都来了，要不烤点鹅腿？小孩哥，你赶紧烤吧，我们都饿了，吃不上你的烤鹅腿，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就想着那一口呢。现在给大伙儿烤鹅腿肯定来不及了，不过为了答谢大家伙儿，我准备晚上10点钟去京都大学门口给大家发放免费补偿，再次谢谢大家。小孩哥牛叉，那我晚上就等你了。
感谢小孩哥，不过免费就算了，我们乐意掏钱。大伙说的这是什么话？应该是我们家感谢大伙啊。对了，小孩哥，你在聊天群里说接下来3天都不会出摊，你是干什么去了？我去水木做饭去了。水木大学，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